最好要有一个好的皮肤监测的一个证据，比方说我们就会有一个自己拍图啊等等去看，说我现在是不是真的比较不干，表皮比较不干，或者是真皮有没有一些变化等等。那这些图只要让我们的个案师在一起帮忙看，就会觉得比较放心，知道自己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在一个对的方向上。一次急性发作的快速消肿。你当时是怎么开始肿起来的？那个时候是从脚先开始整个大红肿，然后过几天之后就发现就蔓延上来大腿啊，然后脖子啊、脸就整个肿起来了。你当时在国外，当地的医师是怎么跟你说的？我那时候有发生这状况的时候，我就先问了院长，然后院长意思是说，如果在治疗就医之后呢，医生说有需要用药的话，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样虽然会减少排除速度，但是可以让我比较舒服。所以我那时候去医院的时候，的确皮肤科就先开了一些服用的类固醇给我，去控制这个发炎。那你这次的肿胀啊，你大约用了多久的时间消肿？脸的部分从最肿到看不太出来，大概是14天，就2周左右。那腿也是一样，从原本的大红肿也是差不多14天有消肿下来，但是腿还是比较泛红一些。所以也就是说，14天脸部就可以退肿喽。对，就是院长有说我情况算比较特殊，就是他有看过很快14天就可以消肿案例，所以我也算是属于消的比较快的那种。那至于腿部来讲，可能腿的皮肤没有像脸代谢这么快，也比较容易就是干啊什么的，所以虽然是会退，但是没有像脸的消肿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就是我到现在虽然是消下来了，所以腿的部分症状还是比较有红红的。那医师有说，虽然我之前吃了那个类固醇等等，也可能会帮助我的消退，可是他们之前也是有遇过案例说，即便用了药也是没有消退的，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相关性的影响。这次肿起来，你有什么心得吗？如果说去就医之后确定它不是什么细菌感染的问题，那一般那种敏感发作啦，其实皮肤只要足够保湿，然后够润，它都会可以比较舒服，也就是消退的也比较快。这是我这次的经验。那但是也比较蛮妙的是说，其他的皮肤科医师大部分好像都不会给这样子的一个处置，就是说你要够湿润啊等等，就是还是会偏向说我询问需不需要用药或者是擦类固醇这样子来解决。说到看医师，那台湾的其他医师是怎么跟你说的？因为我那时候家人看到我的腿还是非常发红，所以就帮我预约那个比较有名的医学中心去皮肤科看诊。那我第一次看这个主任的门诊的时候，他说，我的腿啊，因为看起来就看不出来是什么状态，所以他就要我先不要服用任何类固醇，也不要就是清水去洗它，然后也不要擦任何东西，1个礼拜。他等到皮肤的就修复就复原到一定的真实样貌，他再回来找他看这样子。那我隔了1个礼拜再回去看，其实看起来还是就一片红红的，他还是看不懂。那我就跟他说，可是我的脖子啊跟我的手其实也是之前有发红的情形，我有用一些油去让它比较滋润，才比较舒适退红。那是不是我腿可以这样用？因为我腿实在太干了，都脱皮。他就说 OK， 可以同意椰子油，但是就是还是不要擦任何药或其他东西。那这样经过再1个礼拜再回去找他，他就觉得还是看不懂，因为腿还是一样就是红红的，虽然说可能中间有一些颜色的变化，但是还是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就无法诊断。所以，但是他有问我说，那这样的话需不需要就是吃药来控制这个发炎？但考虑说，因为我不会在台湾有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就暂时没有用药。那他也同意，就是让我自己再去慢慢让他自己复原这样子。只是最后他没有办法帮我诊断这是什么事情。那距离上次回诊之后到现在，其实我自己在家里面护理这样子，等于又多了1个礼拜的时间。那中间一样也没有服药，也没有擦药，就是单纯在腿部用一些就是食用油、安全产品这样子去加油加润。我觉得他现在状况来讲，就是整体退红，就是退了很多，只是当然没有像脸的速度这么快，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应该都还是正确的。脸啊跟脖子当时很肿吗？真的都没有擦药哦。那到底是怎么消肿的？那个时候真的超肿的，就是脸
已经不是我原本的样子，然后还有流组织液，然后耳朵也会肿起来，那很辛苦啊。然后一路就是到脖子这边都会有就是红斑、红疹这样子。那国外其实很热，所以只要有汗流过的地方刺激到它都会很不舒服。然后因为我没有擦药，就是不愿意擦药，我就是只有用口服类固醇来就是压一下这个发炎症状。但是同时在外部我就是加强油敷，然后甚至保养品闷敷等等，就让它不能干掉，一直都是属于油润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就是很密集的大敷面去移除。也可能是因为环境就是比较我住的地方热带地区是比较热的，所以也会帮助我排汗等等，所以就是消除的速度就蛮快的，很快就消退下来。经过这一次，你知道怎么做肌戒毒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已经肌戒毒很久很久了，大概有超过10年的时间。那只是后来因为过去10年因为搬到国外去，所以就采用比较佛系的戒毒方式，没有特别在脸上做什么积极的护理，但是也从来都没有乱用什么东西。但是我每次回国的时候，去看也是会回来这边拍图啦，或者是做一些跟院长再聊一聊。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10年我的脸都什么慢慢的不温不火，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也没有说一定我要去做什么产品的继续的闷敷啊，或者是敷面等等，他只有跟我说，既然你都已经住在很炎热的地方了，基本上生活本身就已经是在帮你做闷敷。所以在国外10年下来，就是因为就佛系的肌戒毒，然后也的确没有乱用，也没有什么皮肤的症状。但是这次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从脚开始大爆发开始，脸就一起排除了，而且是就是很剧烈排除，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所以那时候也很紧张啊，就远端请教了那个我个案师还有院长。那他们也很有耐心的教我说，应该要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做滋润和保湿，来度过那个比较爆发不舒服的期间。那发现说，其实只要好好滋润，让那个表皮软化，它就能够代谢，然后再加上大敷面的排除，那整个红热症状就可以慢慢的消掉。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之前想说，那为什么会这么痒嘞？我都已经上这么多的滋润的东西了。那个案师有教我说，其实就是因为你下面的东西在上来的过程，有些颗粒会去摩擦管壁，在那边上上下下。可是我表皮又太干，没有办法让它真的完全出来，所以就会觉得很痒。所以只要说真的是表皮够润，它就会排出比较顺。不然的话，它累积在下面，它可能就会一样变成一些后角质的堆积，或者是底层发炎的情形。所以总之就学到了这个整个新的一课。那也知道说，其实如果我没有用药，只要是表皮是健康的结构，它其实也是可以自然痊愈。这是这次的想法跟心得。最后，你有什么可以帮其他敏感肌或者是酒糟肌急症发作的朋友说明的吗？我发现啊，就是在这次大爆发之后啊，学习到的经验就是，你只要其实皮肤是够滋润的，就是加强湿敷、油润等等，就让它是表皮是够滋润的，它其实就可以让你的症状好很快。虽然不会说擦了之后马上就不痛不痒了，但至少在那个过程就会比较往舒服的方向前进，然后也会因为说你的表皮比较柔软，下面的一些代谢会比较顺利，所以那些什么红肿干痒的事情啊，就会比较快消退，甚至也消肿也比较快。对，那但是当然一部分是这种护理的动作，那另一部分也是最好要有一个好的皮肤监测的一个证据。比方说我们就会有一个自己拍图啊等等去看，说我现在是不是真的比较不干，表皮比较不干，或者是真皮有没有一些变化等等。那这些图只要让我们的个案师在一起帮忙看，就会觉得比较放心，知道自己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在一个对的方向上。所以你的经验是，只要好好的监测并追踪皮肤的显微状况，就可以理解肌肤代谢，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其实肉眼没有办法真的看到你皮肤实际的情况，就看起来都好好的，但也许下面波涛汹涌。所以如果可以就是真的用监测去看到里面的情况，然后定期去看它的追踪变化，就可以比较知道说皮肤现在的一个代谢的情形是什么。那所以如果说你只是看到皮肤红红的干干的，
你也不知道它是细菌感染呢，还是就是没有细菌在发炎而已。但是如果你可以好好监测、好好追踪，不论最后是猜对或猜错，其实就是可以用这个显微图片可以告诉你真相。这是我觉得就比较放心的地方。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想知道更多简单的皮肤健美知识吗？请扫描这个 QR code 加入脸书社团敏感肌酒糟与脂漏青春痘的自愈学习群，或者选择 Telegram 电报群也是一个好主意。全世界最隐私的社团机界讨论群，酒糟与敏感肌脂漏及青春痘的自愈天堂。如果你习惯 WeChat， 微信暖暖机界群是所有华语界友的首选，界友多，讨论快，经验完整。这个 QR code 是管理员，让他带你进群。如果你选择 Line， 酒糟与敏感肌脂漏及粉刺青春痘的自愈天堂，这里的氛围很轻松。以上4个小小 QR code， 一同热烈欢迎您加入我们哦。